这一集我们会从松本上黑部立山，主要的内容会补充之前错过的几个景点，以及从善泽方面出发看见的景色差异，也会建议每个交通工具搭乘时要把握的美景方位。那我们就出发吧。现在是早上7点，我们准备再从松本站搭到信浓大町站，再回富山喽。那我们一样是要穿越黑部立山 ，OK？ 时间紧迫，我们赶快出发，顺便把之前黑部立山没有参观到的点把它补齐。有4堂的观景区，还有黑部水坝的观景台这2个点。这是去信浓大町的电车。对了，一直忘记说，因为我是来回的关系，所以一开始就把行李放在富山的饭店。但多数人都是选择单趟跨越，是可以从饭店把行李寄过来的哦。多数的饭店都有这样的寄送服务，但也要记得先通知收件的饭店。信浓大町出来之后呢，往左手边走就可以看到去善泽的巴士了，就在前面这个位置。好，我们赶快上车了。我们搭的是9点这一班，人没有算多，大概1、2成而已。新橋桃町温泉橋でございます。また、新車券をお持ちのお客様は券を切り離。下车时，为了防止车内事故的发生。到善泽以后呢，就来这边的窗口兑换当天上黑部立山的票，然后持有 JR Pass 的呢，一样要在这边换票。那因为我已经在立山过来黑部的时候就换好了，所以我就可以直接再用，5天内呢都可以持续使用的。也是 V 字的台湾黑熊。从立山来的时候太赶了，所以我们都忘记拿这个入山者指南，然后沿途盖印章了。所以我们这次回程要来完成这件事情，收集每一站的印章，有点歪。电气巴士的上车地点。左边是去黑部水库的，右边是可以直接上观景台。那我们来的时候是走左边，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走右边，走隧道里面通往观景台。一共220阶的阶梯哦。假日来观光客真的多，非常的多。如果你是遇到6日的，我建议早一点出发，避免候车的时间太久。前往观景台的路上，还可以来看这个破碎带的水。这个水啊是可以喝的。这个破碎带在黑部立山这边已经有60年的历史了，至今呢水都还在流，源源不断。我们走到这个观景台了。观景台如何？观景台才可以看到整个黑部水库跟黑部湖。观景台呢还能往上继续走。上来以后呢，就可以完整的欣赏到大坝的本体，然后以及后面的黑部湖，还有背景的立山连峰。那这个观景台很值得一来，还好我们回程的时候有选择上来。那这个黑部大坝的坝体总高度是168公尺，是用来做水力发电用的。我们那一天来的时候呢，就是走大坝上面的这一条步道来到这个位置，然后去搭电车的。那我们等一下就直接从观景人这边
走回去这个步道，然后再往立山的方向前进。然后呢，我们从观景台这边离开是立山方向，我们可以沿着这个坝体的旁边走回水坝上方。OK， 走。这个有惧高症的人可能要参考一下要不要走，如果不行的话，就是走原路回去，就可以绕到水坝的上方。这是刚刚的观景台。我们就沿着这个大坝的本体旁边呢，它有新建这个步道，然后呢，我们就走这个步道下去。那因为它是在户外，而且有一定的高度，有惧高症的人要小心一点。这个可能如果带老人家来要评估一下哦，因为不好走。它也不是很难走啦，但是就是说阶梯数非常的多。那老人家下楼梯的时候，有时候腿软啊或什么的，真的比较危险。所以这个点建议老人家不要走这个。这个步道啊，就是沿着这个大坝本体旁边去做整组的。那用的都是一般的角钢，看上去虽然感觉很不牢靠，但是其实这种结构算安全的。这边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整个大坝的结构。如果刚好遇到大坝有泄水的时候呢，这边就是最好的观景位置。那我们就准备来去搭登山缆车。水坝上面这边今天还有吉祥物，大家可以来这边跟吉祥物拍照哦。这个应该是挖隧道时候的吉祥物，因为它背着一个挖隧道的铲子。那我们就叫它隧道宝宝好了。现在呢，应该是刚好在做水库的清淤的动作，主要就是湖面的这些树木啊，经过融雪或者是下雨，它会堆积这些树木，那这些会造成水库的阻塞，所以要把它清除干净。那回程呢，我们就把之前没看的把它看完。第一个要补看的景点是黑布水坝上方的这个展望台，很推荐哦，这个不要错过。那我们就往立山的方向继续前进了。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遗漏的景点是市场的玉库果池。那据说在那边呢，可能有机会可以看到他们的神鸟雷鸟。那玉库果池的介绍，我看从市场过去来回大概将近要1个小时的时间。所以说，如果你不是很早就出发这个景点，如果要把它走完，可能会有点辛苦。那如果在那边逗留超过了1-2个小时，可能后面的行程就会比较不顺一点。果然，周末的人潮比平日多不少，每一样的交通工具都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排队，所以自由行的旅客记得要尽量避开假日，玩起来才会舒适一点。我知道大部分的人都是选择单趟跨越，但说真的，一天要探索完全部的景点是真的有点困难。所以我才希望可以把大部分的景点都记录下来，分享给你们参考。接着我们要搭乘立山的空中缆车，黑布坪这边也有缆车的基本介绍。我看了一下，跟大光峰的介绍方式有点不同。对了，搭乘的时候尽量要选择靠黑布湖的这一侧，因为往回看的景色真的很美，也能拍到比较好的画面。去程的时候我是随便选一侧看的，所以啊，基本上是什么都没有看到。这一次我就好好拍给各位看，你们可以比较看看。
印章之旅，再来是大关公。靠，大关公怎么那么大？就是这一个小的。没错，就是这一个。哇，这个超巨的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哎。看有没有空白的地方可以盖。不管它，盖一下，没有盖过。No. This one. Not this paper. This paper in here, you. Oh, the main station. Yeah, the main station. Yeah. 虽然整体的感觉跟刚刚的关电隧道电气巴士有点雷同，它是属于分类的电车，那只是说它没有轨道，所以称之为无轨電車。四塘站呢，往上走，这个展望台的方向呢，就可以出去四塘高原。这个是四塘观景台的景色。然后呢，现在在下着小雪，真的下起小雪，这个会稍微滑，你要小心哦。真的在下雪了，好冷啊，超滑的。没有雪鞋可以借，我们就慢慢走。哦，真的下雪好冷哦。不过这雪真的是有点细啊，所以我觉得可能看不出来。开多少算多少啊，我怕我的相机会挂掉，我舍不得我的相机啊。那我看到玉库果湖了，那我就差不多要折返了。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景色，前面的路呢很漂亮，但是因为现在下雪中，没有走完，是因为我妈在后面，我没有办法放心她一个人在后面等我，所以我决定开到这边就好。我们最后看一下，还有这个高原的这种树木。有来四塘的话，这个点很建议来，它的位置就是四塘的顶楼，出来以后往外走就是了。这里的风景更漂亮，还好我们有来。今天收获了2个景点，我觉得都是黑布利山不可错过的。超难走的了，一不小心就是会滑倒，相机就报销了。这边应该有背景拍得到雪了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我们要等高原巴士下山了。3.5 meters high. You will be surprised at its scale. 現在は11メートルほどでございます。是最高点的位置。ちょうどこの辺り一番高いところになります。特地让你看一下。はい、こちら左側、航空写真のように綺麗に北ヶ原高原一帯がご覧いただけます。Which can be seen down at lower elevations around 1500. 所以你之前看的没有那么漂亮，你有看过那么多吗？没有啊，第一次看。这个算高原了，所以它叫做高原巴士。这个高原好漂亮哦。
看的就很辽阔。它这个高原巴士上行跟下行介绍的东西不太一样，然后上山跟下山的景色也差很多。有机会的话，来回都可以搭搭看。啊，黑色的。好黑啊！美女坪的户外，我们来看一下。美女坪到市场啊，这段高原巴士的时间大约有50分钟。沿途呢，一开始会有很多的神木，然后呢，再来就是立山的高原。那它那个高原很漂亮，高原区呢，大概会有将近有半小时左右的时间。不要睡觉，要好好欣赏一下这个美景。好，我们要下山啦，黑布利山，拜拜。標高475メートルの立山駅まで。立山駅に到着です。お荷物は機内部には十分ご注意ください。We have now arrived at 我的最后一个印章来了。最后一个印章结束。立山车站。好，下次再来了。那个黑布虎的我真的不知道在哪，就残念咯。那我们从立山回富山的电车呢，还有20分钟，那我们就简单逛一下立山车站这边的土产店。这应该是类似羊羹的欧米亚给，还有一些雷鸟的周边。纪念品区，也是纪念品，毛巾、浴巾，跟黑布利山的饼干，这是雷鸟的伴手礼。买一个黑色的回去当纪念品，这个钥匙圈看起来还不错。我们来搭乘我们的最后一个交通工具了，电铁富山，它准备来回富山车站了。那我来搭最后面的，你坐最前面吗？结束了我们的黑布利山之旅。这次的北路及中路系列应该只剩最后一集。这段时间收到很多人的支持，也有不少人询问关于行程规划的事情。我会在资讯栏分享这一趟的行程表，有每一日的交通、住宿跟餐厅，也有补充相关的地图连结。最后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再帮我订阅哦。有什么适合好出走的地方，也可以留言给我。